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真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我认为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那就是沉默的危险。好的，我们直接用这句非常有力量的名言来开场。这是美国民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恩博士说的。到了最后，我们记住的不会是敌人的言语，而是朋友的沉默。哇，这句话的后劲真的非常强。你仔细想想看，敌人的攻击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在我们预料之内的，对吧？他们本来就跟我们站在对立面。但是朋友的沉默，那种在你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他选择了别过头去，选择了袖手旁观，那种失望跟背叛感才是最刺骨的痛。这就像是你在学校被欺负，你最好的朋友却只是站在几公尺外假装没看到一样，那种感觉可能比被欺负本身更让人难受。所以这句话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定下了一个非常沉重，但同时也非常真实的基调。那么当好人选择沉默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你看这张投影片上的字眼，其实都不是在危言耸听哦。歧视、暴力、种族灭绝，甚至是战争，这些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很多时候他们的根源都来自于集体的沉默。你想想看，纳粹大屠杀不就是从无数的德国人对那些歧视犹太人的言论，对那些店家被砸碎的窗户选择保持沉默开始的吗？一个小小的雪球最终滚成了无法挽回的雪崩。当一个带有歧视性的笑话被说出来，没有人站出来说这不好笑哦。当一个人被霸凌，所有人都假装没看到，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旁观者效应。当一个群体被迫害，整个社会选择转过头去，沉默其实就像是一种无声的许可，它会围养邪恶，让小小的火苗最终燎原成无法收拾的熊熊大火。接下来我们今天分析的内容是来自一位名叫克林特·史密斯 （Clint Smith） 的老师。他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家。每天在课堂上，他做的就是挑战他的学生去面对、去探索自己生命中的那些沉默时刻。他不是那种站在高处说教的老师，而是带着学生一起去面对这个非常困难的课题。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克林特老师自己也是非裔美国人，所以他对于社会上的不公义还有沉默所要付出的代价，有着非常切身的体会。这也让他对这个议题的探讨更加的深刻，也更有说服力。为了在教室里创造一个足够安全的环境，让学生们敢于分享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他在黑板上写下了这4条核心原则。第一，批判性的阅读，意思就是不要全盘接受你看到的资讯，要懂得思考跟质疑。第二，有意识的写作，要明白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有力量的。第三，清晰的表达，把你的想法好好的组织起来，然后说出来。好，重点来了，第4点也是最难的，说出你的真相 ，Tell your truth。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已，它更是整个课程的灵魂，也是我们今天整个讨论的核心。这就是整个故事的转捩点。克林特意识到，如果他要理直气壮地要求他的学生们要勇敢说出真相，那他自己就必须先做到诚实。他必须先跟学生们坦白，在他自己的人生当中，有哪些时刻他是彻底的失败，没能做到这一点。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自我反省，对吧？你想想，要教别人勇敢，自己得先揭开自己最深的伤疤。换作是你有这个勇气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过去的懦弱吗？这真的非常不容易。接下来这部分超级重要，我们要听到的不只是一个故事，它更像是一场告诫，让我们跟着克林特老师一起走进他那段他自己称之为不作为的誓言的个人历史。克林特在纽奥良一个天主教家庭长大，在复活节前有40天的4旬期，大家会透过斋戒或是牺牲来纪念，通常是放弃一些你很享受的东西，像是巧克力啊，或是社群软体之类的。有一年啊，克林特决定要放弃一个最大也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他的声音。他决定在4旬期整整40天都不说话。但就在他开始这个牺牲之后，他突然有了一个顿悟。那一刻，他仿佛被一道闪电给击中。他意识到自己其实早就已经放弃说话很久了。他以为的牺牲，其实只是在重复他早已习惯的逃避。这份牺牲根本一点都不神圣，
反而像一面镜子，赤裸裸地照出了他长久以来的懦弱。那他到底是怎么放弃说话的呢？这张投影片就把他的不作为给拆解开来了。第一，他总是说别人想听的话，为了讨好，为了避免冲突，变成一个好好先生。第二，他用沉默去纵容无知，比方说在聚会上听到有人讲了带有歧视的笑话，他选择不纠正，就让他过去。第三，他没意识到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认可。当你不反对，别人就会觉得你是同意的，你的沉默反而给了对方继续下去的勇气。最后，他告诉自己，我不是任何人的良心，我连自己的问题都还没搞定，哪有资格去管别人？这4点就像4条绳索一样，把他自己牢牢地捆绑在了沉默的网中，动弹不得。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克林特分享了他人生中3个最关键的、定义了他一生沉默的失败时刻。接下来的3个故事，没有英雄，只有一个普通人在关键时刻做出了选择。请大家深呼吸，因为这几个故事可能会让你感到有些不舒服，但却非常真实。第一个失败，当他的朋友克里斯汀因为是同性恋而在走廊上被殴打时，他做了什么？他说，他把手插在口袋里，低下头，转身走开。他当时心里在想什么？是害怕自己也被打吗？还是觉得这不关自己的事，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他选择了保护自己，牺牲了朋友。他还说，在那之后的好几个礼拜，他都不敢用自己的置物柜，因为置物柜上面的那个锁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他，当时他锁上自己嘴巴的那把锁。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共犯感跟羞愧感，深深地烙印在他心里。第二个失败，当街角一个无家可归的男人用那种只是想确认自己被看见了的眼神看着他时，他又做了什么？他说，他当时更关心的是滑他苹果手机的萤幕。这真的非常讽刺地描绘了我们现代社会的疏离感。我们宁愿花大把时间在虚拟世界里按赞留言，却不愿意给现实世界里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一个温暖的眼神或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他的人明明就在那里，但他的心却隔着一层冰冷的萤幕。第3个失败，在一个学校的募款晚会上，一位非常重要的捐款人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我真为你骄傲，教那些又穷又笨的小孩一定很辛苦吧。这句话是对他学生极大的侮辱，但他又做了什么？他说，他咬紧了嘴唇，什么都没说，因为在那一刻，他觉得学校需要他的钱，胜过他的学生需要他们的尊严。这是一个非常真实而且残酷的权衡，但我们扪心自问，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在生存和原则之间，我们有多少次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为了保住工作，为了不得罪客户，为了家庭和谐，我们牺牲了多少我们本该捍卫的东西？好了，故事说完了，但问题还没有结束。这些个人的失败经验其实都指向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沉默，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沉默？克林特给了一个非常诗意，但也很精准的定义。他说，沉默是恐惧的残留物，它是一种感觉，是你感觉到你的所有缺点，你的不完美，你的不安，像一把断头台一样，狠狠地切断了你的舌头。这就像是你在会议上明明有很好的想法，却因为害怕被老板批评，害怕被同事嘲笑说你想太多，而最终选择闭嘴。那种话已经到嘴边，又硬生生吞回去的感觉，就是恐惧切断了你的舌头。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定义。他说，沉默是空气从你的胸腔中撤退，因为它在你的肺里感觉不安全。你看，这种恐惧甚至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身体。当你极度恐惧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呼吸困难、胸口发闷？那种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的感觉，就是恐惧在你身体里搞鬼。你的身体本能地告诉你，嘿，现在开口是危险的，快闭嘴。现在，克林特把沉默的定义从个人层面一口气拉到了整个历史的维度。他说，沉默是卢安达的种族大屠杀，沉默是卡崔娜飓风。这些大规模的悲剧背后都有着无数人的沉默作为推手。卢安达种族大屠杀，国际社会的集体沉默让这场悲剧在短短100天内夺走了将近80万条人命。卡崔娜飓风，政府对底层民众求救声的沉默和迟缓，让无数人失去了家园甚至生命。
而最后一句，它是绞绳套上脖子后那片死寂的声音。这句话真的太震撼了，它告诉我们，个人的沉默一旦汇集成巨大的潮流，最终就会导致无法挽回的灾。在经历了这么多深刻的自我剖析和痛苦的挣扎之后，克林特老师并没有沉沦在悔恨当中，相反的，他选择了站起来，他要立下誓言，把过去的不作为转化成未来的作为。这就是他的核心誓言，我不会再让沉默包裹住我的犹豫不决。这句话的关键词在于犹豫不决。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沉默，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是因为我们在犹豫，在权衡利弊，在害怕后果。所以这个誓言的重点不在于思考，而在于行动。他要求我们就在那个犹豫的瞬间，立刻采取行动，不给沉默任何滋生的机会。简单整理一下哈，他要如何弥补过去的错误呢？首先，对于他的朋友克里斯汀，以前他把手插进口袋转身走开，现在他说我要告诉克里斯汀，他是一头狮子，是勇气与才华的圣殿。你看，他要从过去的消极旁观转变为积极的肯定与赞美，这不仅仅是安慰而已，更是一种赋权。他要用他的声音去点燃朋友内心的火焰。第二，对于那位无家可归的男人，以前他只关心自己的手机萤幕，把对方当成空气。现在他说我要去问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问他今天过得好不好。一个名字，一句问候，这看似微不足道，但他传递的讯息是，我看见你了，你不是一个隐形人，你是一个和我一样有血有肉、有名有姓的人。这个转变是从物化到人性化的巨大一步。第三，对于他的学生，以前他为了钱咬紧嘴唇，牺牲了学生的尊严。现在他说，我要告诉那个女人，我的学生们谈起超验主义，就好像他们的姓是梭罗一样。梭罗是美国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他主张人要回归自然，独立思考。克林特老师用这个比喻，其实是在告诉那位捐款人，我的学生们不仅不笨，他们甚至有着非常深刻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他要用具体的证据去捍卫他学生的智慧与尊严。讲到这里，克林特的故事已经从他个人的忏悔，升华成了一个对我们所有人的挑战。听到这里，你是否也想起了自己生命中那些选择沉默的时刻呢？克林特老师的故事其实也是在问我们每一个人，下一次你的选择会是什么？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句话，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意象。他说，我将来的每一天都要活得像我的舌头下藏着一支麦克风，我的拘谨之下就是一个舞台。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随时准备好发声，把每一次的犹豫都当成是上台表演的机会，把他内心的意志力变成聚光灯下的舞台。这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心态转变！它让我们把每一次开口的机会都当成是一次向世界宣告自己立场的重要时刻。最后，克林特用一个问句来结束他的演说，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支影片要留给大家思考的问题。当你一直以来所需要的就只是你自己的声音时，谁还需要一个肥皂箱呢？肥皂箱在西方文化里指的是街头演说者站的那个箱子，它象征着一个平台，一个话语权。但这句话告诉我们，你不需要等待一个完美的平台，你不需要等到自己成为什么大人物很有影响力了才发声，你所需要的从头到尾就只有你自己的声音。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从金恩博士的名言出发，看到了沉默会导致歧视、暴力等等严重的后果。接着，我们跟随克林特老师的脚步，看到了他如何诚实地面对自己生命中3次沉默的失败，并且深刻剖析了沉默的本质，其实是源自于恐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立下誓言，要把沉默化为行动，并且告诉我们每个人，你天生就拥有所需的一切，那就是你的声音。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